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28号。昨天比特币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：当你看到它整理的结构出现三角形的形态，或者是其他的图形，往上去突破必须要有量，往下跌破有量没量都可以接受。你可以去回顾昨天的视频。那现在比特币在4个小时里面，这2天的高点17000，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，这个压力位过的时候，必须要放量。现在是这个高点没量，反而再跌破了这个三角形的形态，低档又出了一点量能。那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陷阱？会不会重新反上去？或者是今天来聊一下哈希指数这一个网站上面看到的一篇报道，它是利用矿工目前挖矿成本的水平是高于比特币的价格。如果去比对18年当时熊市的一组数据，目前的比特币它的空间跟时间有没有可能会到明年4月份左右，比特币会来一波小牛市啊！等下用这一组数据来跟大家比对历史上18年比特币熊市的一个底部，当时是怎么走出来的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，Beyond OK 返用20%，或者是认证过的朋友可以用亲人的身份认证 ，Beyond 转 Beyond，OK 转 OK， 不用手续费哦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有讲到的几个知识点，就是这种三角形整理的形态，如果来到高档的时候，你要去观察突破，必须要放量，因为之前在几个关键的位置，比如说当时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上升三角往上去突破，这边是放量的，或者是下降三角。昨天有跟大家讲到一个重点的知识，就是往下跌的时候，比如说关键的支撑区跌破的时候，它有量没量都可以接受，像这个位置是有量。为什么上涨的时候反而要有量，下跌的时候不一定要有量能哦？下跌的情况下，有一些筹码，它如果在高位的时候，它比如说这边整理的一个区间，或者是一个下降三角，它往下跌破的时候，主力只要利用少量的筹码，它可以把一些支撑区就给它贯穿下去啊。因为如果是散户的筹码，它在跌破的时候，散户一般不一定会选择卖的，所以有时候跌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。那我今天给大家参考一下，比如说历史上在比特币19年当时的这几个区间，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这边是不是也是感觉有一个收敛三角？那这个位置这一根跌破的时候，我们明显观察一下，这边有量能嘛？就是在这个位置哦。你如果拉上去比对，就是这一根跌破的时候，这边是根本就没量啊，它是跌破完以后，第二根这边开始爆量，所以爆量的位置有可能你再去观察，像这个位置又有一个类似一个下降楔形，它就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。所以大量你在关键位置没放大量的时候，在低档位置又放大量，有可能它就是会有反弹。像这种手法也是一种强短线反弹的一个手法。那更早之前的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位置啊，其实它几个低点的位置在这一个区间就感觉有一个支撑区。那这根跌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它量能放的也并不是很明显啊。我们可以拉到这个位置，就是在这一个，最后来到这个低档的时候又放了一个大量，那就说明在这种低档位置有空方的量能杀出来，不排除整理到位又挖了一个坑，就又有反弹的高点，又重新反到这个位置。所以在这种位置跌破的时候没买，要等到这种低档去买，放大量位置去买，很多人就是会后悔。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我也是在判断，那短线上估计有可能是还是在横向整理啊，因为前几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到一个观点，不排除比特币在4个小时里面有2组多方抵抗的 K 线组。4个小时这是一个多方的吞噬，当时在这个横向区间的时候有跟大家交代一个支撑的买点，你去观察这一根 K 线的一把，大约是在16540附近啊。当时达到这个低点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买上去，你可以做高抛低吸，就是17000附近可以再抛掉。那现在又压回来，其实昨天低档不太接近这一个位置啊。以太坊那边还是一个上升三角的结构，只是比特币短期这个位置现在是又拉到这个负点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你就先以横向区间来对待，有可能它还是在这边等时间啊。那等哪一个时间？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一组比特币挖矿熊市的一组数据啊。它这边是有提到一个观点，如果把比特币挖矿的盈利能力，就是以每千瓦时的收入来比对，有可能就是说现在最节能的一个机器，每千瓦时的收入，你如果低于0.25美元的时候，那就是低于矿工挖矿的成本。然后他这边是有提到啊，
就是这一次比特币的熊市跌破0.025美元的成本时间，在这张图上面去观察，你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就是在这一个整理区是在今年的3月份后接近4月份的这一个位置跌破，而且他这边是有提到啊，2018年最糟糕的采矿经济最终导致每千瓦时的收入是触底0.122美元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当时也是在18年接近4月份的这一个红色的这个位置，然后最终是来到0.122的这一个低档的位置哦。而且它这边是有解释，这一次熊市与18年的熊市是最具可比性哦。那我们重点观察一下这一张图，就是目前的位置，它也是很接近0.122附近。当时跌破的时候是在18年的4月份。我们等一下用比特币的走势图来比对一下，就是这个位置跌破的时候，它后面空间是跌了多少？那这个位置跌破的时候，空间也是跌了50%左右啊，跟这个位置空间是非常的像。而且时间呢，它这边如果从2018年4月份横向过去，到最终底部脱离的时候是接近365天，所以目前的时间是在230天左右啊，有可能还差100天，会不会在明年的3到4月份，比特币会不会有一波类似19年的小牛市的行情？那我们今天就来观察一下现在的这个位置，如果用日线图来观察，我们把一些图形给它关掉。刚刚那一张图上提到的2022年熊市跌破0.25千瓦时的位置，大约是在4月份啊，就是在这个位置不是有一个横向的区间，这边跌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位置，4月份到5月初的这个位置。如果你去拉一个空间去观察，就是这个位置跌下去，它是接近15000的低点，55%啊。那历史上18年的底部呢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，当时18年底部刚刚那一张图上就是跌破0.25千瓦时的这个位置，是在18年的4月份左右，它是以这一个低点来比对啊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一个空间。如果从这一个7000多美金来观察，拉到这个位置也是接近57附近啊。当然我画的空间可能不标准，也是接近55%的一个空间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它的一个时间啊，因为它刚刚画的一个时间是从18年的4月份，就是这一个中间值，我们取一个时间来观察。如果从这个位置拉过去到这一个底部脱离的这一个时间，是接近360根左右。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就是从18年的4月份到19年的3月份，这个位置的时间是接近360天，跟那张图上面是很像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去观察一下比特币，它如果真的从这一个0.25千瓦时跌破的位置，就是今年的5月份或者4月份开始计算，我们拉一个时间过去，目前是接近多少天了？差不多230天左右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如果跟我之前分析的一些时间的案例，有没有可能再加个100天，也就是明年的3月份结束以后，在4月份比特币有没有可能这个低位整理到位，只要15000不跌破，会不会来一波类似19年这种小牛的一个行情啊？就是19年的这个小牛，后面它是再下去再震荡压回，但是最终也没有破这个低点，然后最终来了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牛市啊。包括以太坊，今天也跟大家简单来聊一下现在短线的一个走势。我的观点是，它昨天跟比特币有一点像啊，这边也是一个空方吞噬，但是低点它是没有破这个低点，目前还是在横向区间。你尽量看有没有低档的位置，有没有可能在这一个就前面的这一根多方吞噬也是讲了几天，拉一条直线过去，这个位置是有一点支撑区啊，不一定会类似国外的那些技术派，他是说有可能会再来到1080的这个支撑区。那反正目前的观点就是这样子嘛，以太坊是在这个区间来震荡，如果能回到这个上方的话，有可能还是会在这个区间来震荡，因为前面这边还是有一点套牢筹码，需要时间横向来化解，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定我们的 YouTube。